命运之手是一个深奥而神秘的力量。人们常说，命运如斯，总有一线是你自己的。但当诅咒降临时，命运的掌控权却变得模糊不清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船员，他们经历了连续5次的海难，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？背后是否隐藏着神秘力量？还是一切只是命运的捉弄呢？在开始之前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及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的鉴定报告哦。各位异界搜查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项鉴定师艾伦。今天我们要来鉴定一下，究竟遭遇连续5次的海难是否与命运之手有关呢？航海一直是人类探索世界和开拓新大陆的重要方式，但海上旅程也总是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危险。在历史长河中，有不少船只因为种种原因沉没或失踪，让人们对于海洋的神秘和未知充满好奇和恐惧。然而在这些海难事件中，有一个故事引人入胜，那就是一艘船在经历连续5次海难之后，所有的船员仍然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。这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呢？是上天给予他们的测试，还是他们自身的命运因素，或者是某些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量在干预着他们的生命？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神秘而惊人的故事中，探索这些船员们背后的秘密，揭开这场关于生命和命运的奇妙之旅。1829年的10月16日清晨，澳洲的天空春意盎然，暖意和清新的空气交织在一起。就在那时，雪梨港里一艘名叫马梅达号的狂烈快艇，由船长和他的22名船员一起，慢慢的举起帆，准备起航了。当时这艘马梅达号可谓是顺风顺水，前4天的行程一路顺畅，风平浪静，每个人都因着这美好的天气而心情愉悦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当到了第5天下午，突然之间天空就转得灰暗了，昏沉沉的像个巨大的乌云就要坠落下来一般。晚上，一场猛烈的风暴就开始在海上肆虐，那风是强劲的足以把船上的所有东西都吹散，更不用说那无情的大雨了，狠狠地打在每个人身上，把他们全都淋透了。很快的，马梅达号被翻覆了，船上所有人都被甩进了冰冷的海水中。但幸运的是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失散，他们紧紧地攀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，等待着救援的到来。时间来到遇难的第3天，当一艘神秘的帆船行经马梅达号遇难附近时，却发现一群狼狈不堪、求救呼喊的船员们正在岩石上苦苦等待救援。幸运的是，这艘名为惠夫泰奇亚号的帆船不但救下了他们，还准备在最近的陆地让这批遇难者回到家中。船员们在这场生死关头中激动不已，为自己和同伴逃过了结束而欢呼雀跃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只过了短短3天，一股强大的海流把惠夫泰奇亚号推离了原来的航道，让所有人惊恐不已。就在众人以为已经脱险的时候，船又不幸触礁搁浅。这场灾难真是祸不单行。如今32名船员只好破船弃舰，不断的在海中游泳，希望能尽快抵达附近的小岛，等待救援。深邃的海洋中，可巴拿利体号帆船翩翩起航，遇见了命运多舛的遇难者们。这些幸存者上了船，向船员们讲述了他们前2次的遭遇。但是可巴拿利体号上的船员并不以为意，甚至有些嗤之以鼻。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时运不济，或是一些无谓的迷信罢了。但是命运的捉弄似乎才刚开始。短短3个小时后，一场源头不明的火灾瞬间燃起，猛烈的火苗迅速吞噬整艘船，所有人只能匆忙的跳上救生艇，不顾一切的逃离这场灾难，连一点粮食、清水都没有来得及带走。很快整艘船被烧成了灰烬，所有船员都在慌乱中逃生，唯一能带走的只有一身灰尘和绝望。幸运的是，在短短3个小时之内，另一艘澳洲籍的单桅快船可梅特号出现了，救起了这些倒霉的船员。但是可梅特号上的船员却不由得猜测，这3次的海难一定是某种诅咒所致，马梅达号的船员一定招惹了死神，才会陷入这样的不幸境地。尽管斯梅特号的船员心中担忧，却只能祈求上苍保佑，不要再生差池。然而命运似乎不从人愿，梅特号才刚起航，就遭遇到一场猛烈的台风，所有人都在海浪间漂泊。对于马梅达号的船员来说，这是他们的第4次遭遇了，让人不禁想问，他们究竟触怒了什么神灵，才会陷入如此疯狂的海难之中？历经18个小时在汪洋大海中的漂泊，终于有一艘游轮丘比特号路过他们身旁，又一次从死神的鬼手中抢回了珍贵的生命。
然而究竟是死神在故意捉弄他们，还是想看看人类如何在绝境求生？没有过多久，丘比特号又因碰触到暗礁而传沉了。这次5名船长和123位船员被抛入汪洋大海中，劫后余生。但是这一次他们的运气似乎用光了，整整12天，一艘船也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。他们面容憔悴，加上缺水，差点就要去跟波塞冬大叔讨杯茶喝。最终，一艘英国客轮丽莎号出现了，把这128位奄奄一息的人都救上了客轮。当他们恢复意识后，马梅达号的船员们不禁跳起舞来，感谢上天给他们第2次的生命。虽然经历了连续5次的生死危机，但是他们终究战胜了死神，重新得到了宝贵的生命。128名身心疲惫的水手们正在狂欢庆祝幸存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海难。此时丽莎号的船长带着船上的医生前来商量一件事情。船上有一位老妇人病重垂危，但她一直渴望着见10年未见的儿子。医生认为，最好的方法是让一个人冒充他的儿子，安抚他的情绪，以便让他平静下来养病。船长问道：各位中有没有一位叫凯斯的朋友？一个男子敏捷地跳起来，自告奋勇地说道：我妈妈总是喜欢叫我凯斯，而且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，这次我就去冒充他的儿子吧。医生和船员立即感到一阵兴奋，他们跟着医生走进了老妇人的房间。医生提醒船员，你要小心，不要走得太近，不然他可能会发现你是假的。只要你让他看到你的影子，听到你的声音，他就会感到安心了。船员点了点头，进入房间，老妇人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，喃喃自语着：凯斯，我的儿子啊，你在哪里呢？船员紧张起来，缓步走向床边，突然一把抱住老妇人，放声大哭：妈妈，我是凯斯啊，我回来了。老妇人极度惊喜地望着船员，继续抚摸着他的头发，眼泪也开始落下。我的孩子啊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医生暗暗松了一口气，他发现船员的演技真的很好，但仍有些不安，所以走了进去，试图打破尴尬的氛围。老太太，你不要太激动，你需要休息，等你的病好了再与你的孩子聊天吧。就在此时，船员回头看了一眼医生，并兴奋地大声说道：医生，她确实是我的母亲。不可思议的是，那位垂死的老妇人在看到她的儿子后，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，她又活了8年之久，直到她在老年时去世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那位船员是原来马梅达号船上的一名船员。难道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，让他和母亲重新聚首了吗？对于这个真实故事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你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巧合，还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讨论。另外，各位搜查官们若收集到了一些新事证或听闻任何新的谜团，请留言告诉我，我将尽快出具鉴定报告给各位。谢谢大家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喜欢各种神秘未解之谜、奇异事件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将继续为各位搜查官们鉴定各种各样的神秘事件。最后，如果不想错过我的鉴定结果，请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的谜样惊奇。祝福帮我按赞、分享及订阅的搜查官们，在这充满未知和神秘的世界中，发现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目的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